真像做梦一样。是啊，真像做了一场梦。我从没想到，红线，你会嫁给我。我也没想到，我会嫁给你。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当上太子妃的。太子妃？我不想当太子妃。哦，你不相信我？我可以答应你，我会让你当上太子妃的。我要的更多，我要当皇后。行啊，日后你就是大唐的皇后。我要一座江山。哈哈哈，好，这些我都给你，啊，都是你的。红线。父皇，这事情你可不能不管呐！好了好了，朕心中自有分寸。父皇，世民居然在我的婚礼上把我的新娘给杀了，这可是滔天之罪啊！我听世民说，红线是窦建德的女儿，这都是老掉牙的借口了。当时红线救了世民的时候，世民为什么不说红线是窦建德的女儿？也许那时候世民还不了解红线的底细。可是世民和红线已经烧了粮草，打败了杨文干的时候，他为什么不说红线是窦建德的女儿？世民还说，是红线绑架了若曦。绑架若曦？若曦好端端的躺在太子府里，何来绑架？这分明是他的妒忌。妒忌？是。他喜欢红线，可是红线选择了我，所以他妒忌我。不，世民一向很尊重你，他什么都让着你。女人，女人，他什么都肯让我，除了女人。当时若曦选择了我，他就心存不满。如今红线也选择了我，他更是不愿。于是，他终于下了毒手。建成啊，这件事情关系重大，非同小可呀。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父皇，你可不能包庇他。你说什么？世民，他可是你的弟弟啊！国法如山，我不包庇自己的弟弟，父皇也不能包庇自己的儿子。建成啊，你不要忘记，水淹建成军你大败之后，朕要罢你的太子。世民是怎么样为你求情的？打了败仗，当然该受罚，所以我当时毅然辞去太子之位。可如今世民杀了人，父皇，你说他该当何罪？父皇，红线可是救过你的命的人呐！如果父皇不能为红线做主的话，下愧对冤魂；父皇不能主持公道的话，上愧对国法。那你说该怎么惩罚？刑律俱在。刑律？怎么说？一律当斩。世民，你别再难过了。龙儿，你知道我在难过什么吗？你破坏了太子的婚礼，心里肯定难过。破坏太子婚礼，我一点也不难过。那你是？我杀了红线。红线是窦建德的女儿，你现在杀了大唐的仇敌，
那可是立了大功啊！他为父报仇，何等刚烈，何等英雄，而我却亲手杀了他。死者已矣。那一箭，我瞄了很久，我真的很不愿意射出那一箭。我觉得你现在要担心的不是红线，而是太子。大哥，你杀了他的新娘，太子岂能罢休呢？我可是为了救大哥啊！可是太子不会这么想啊。那算了，他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，我也顾不了了。你可以不顾太子怎么想，可是你要想想父皇会怎么想。父皇，我刚从后宫回来，武后告诉我，父皇龙颜大怒。他当然大怒了，他根本不知道红线是什么人。那你一定要跟他解释清楚啊！这件事恐怕永远都解释不了了。为什么？红线死了，霍天行死了，谁又能证明她就是窦建德的女儿呢？红线绑架了若曦，那就是最好的证明啊！若曦是在太子府被找到的，要是说红线绑的，谁相信啊？魏征，他是太子府的人，他出面作证，皇上会相信的。魏征，我就是上了他的当。他说若曦是被红线毁容的，我才会一时冲动射出那一箭的。魏征的这个布置真是天衣无缝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老魏啊，这个海棠真是个贤内助。你看看，自从他来了这儿，你这都快变成古玩店了啊！多少宝贝啊！哎，你今儿上我这儿来，就是来看我的宝贝的啊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我是为秦王而来。哎，这两个好像是一样的。哎呀，老魏，你就别装蒜了。秦王闯了大祸。秦王闯祸跟我这个太子洗马有什么关系啊？有什么关系？秦王就是为了救你们太子，才中了你的奸计，闯的大祸。他是为了太子妃。不管是为了太子还是太子妃，如今皇上怪罪下来，你不能袖手旁观。我只能袖手旁观呢。老魏啊，你要看着秦王垮台吗？太子被秦王压得喘不过气来，现在秦王犯下了大错，好不容易等到这么一个机会，我怎么可以把他给错过了呢？难怪你一直把红线放在太子府，一声不吭。你现在才明白啊？晚喽！老魏，你不仅借着红线的手消灭了刘黑闼，而且你用红线激怒秦王来杀他，你这是用红线一命来换取秦王一命。这都是我们师父的真传呢。好你个老魏，你还真够毒啊！我没你毒，你用水淹建成军教会了我。于是你让小谢送了那张假地图给我。老刘啊，秦王府完蛋了。你说胡话。秦王当众杀死红线，这个大罪呢虽不致死，但至少他这个王爷是当不了了。小谢一招供，你这水淹建成军的事儿啊也是逃不掉的。我跟你说呀，秦王府已经是土崩瓦解4分。哎呀，这怎么断了呀？啊，这怎么断了呢？老魏啊，你要是有把握，你早带着小谢上皇上那儿指证我了，你会有这么好心吗？哼，我这不都是为了我这个师弟吗？那如果你愿意辅佐太子，你以前的账咱们一笔勾销了。水淹建成军那么多人命，你都能勾销吗？我们做大事就不能算小账，一个刘文静抵得上10万大军呢。我刘文静不是没有骨头的人。那好吧，那你就等着掉脑袋吧。反正我是一定会带着小谢去见皇上的。哼，你笑吧，等你掉脑袋的时候啊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。老魏啊，
你可别忘了，我手里还有一颗棋子呢。不会吧？这魏先生是秦王的老师，他怎么可能不帮秦王啊？胭脂啊，老魏现在是帮太子，不顾秦王了。这不会吧？胭脂，秦王是杀了人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秦王这颗人头现在就掌握在老魏手上，只要他在皇上那儿说红线是个坏人，秦王就不会死。那魏先生他真的没去啊？啊？你知道他那性子比驴子还要倔，他现在是眼睁睁地看着秦王送死啊！现在只有你能救秦王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怎么救他？魏征只听你一个人的，你要去找他讲理，他一定不会拒绝。他都不肯见我，更别提什么讲理了。正是因为这样，他心里才会内疚。只要你去找他，他一定会答应你的。胭脂，天就快亮了，秦王的生死就掌握在你的脚上了。我的脚上？不错，你要是去见了魏征，那秦王就会没事。你若不去，秦王就完了。我已经说了，我不会再踏进魏家一步了。是你的誓言重要，还是秦王的性命重要？哎呀，反正我没那个勇气再去见那个女人了。原来胭脂女侠也有害怕的人呢。我才天不怕地不怕呢。可是我只要想到那个女人，我就胭脂，心虚。你上次不是已经打了她一顿吗？那是因为我忍不住才打她的。你不要怕，大不了这回你再打她一顿。你不知道啊，我现在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那个女人，我每次都被吓醒。胭脂，你要眼睁睁地看着秦王去送死吗？我告诉你，秦王要是被斩了，你就是千古罪人。哎呦呦，这不是胭脂姑娘吗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呀？我要见魏先生。哈，你找我相公干什么呀？我有事要跟他说。什么事不能让我这个做妻子的知道呢？这个事我只跟魏先生说。好吧，我去禀告一下先生，看他愿不愿意见你。跟我进来吧。不用了，我不进去，请你叫先生出来。哼，算你有骨气，在这等着吧。胭脂，他在哪里？我可是请他进来了，不过人家有骨气，不肯进咱们家的门。老爷，胭脂，你来了，快进来啊！我不进去了，你出来。如果你是来跟我谈秦王的事情，我就不能出来。你怎么知道？是刘文静叫你来的吧？你又怎么知道？当他说他有最后一枚棋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是在利用你。先生，秦王他出事了。胭脂，如果你今天来跟我谈秦王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能再交谈了。为什么？这是朝廷的大事情，不该你过问的。秦王是我表哥，你说我能不问吗？胭脂，我们好久没见面了，我们谈点别的好不好？都什么时候了，我哪有心思跟你聊别的？刘先生说了，只要魏先生能够去见皇上，就能救秦王的。胭脂，这件事情牵扯到太子府和秦王府的冲突，我们不要再谈了好不好？刘先生还说，你为了太子府的事不肯救秦王。胭脂，我们那么长的时间没有见面了，我们一定要在这里谈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吗？你干嘛不敢回答我的问题啊？胭脂，
秦王是你的学生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呢？这个事情你不懂。你怎么老说我不懂呢？为什么人进了官场就变了？好好一个人进去，怎么变得这么黑心呢？这样吧，我们出去溜达溜达，说点别的好不好？哎，等等，你要是答应救秦王，就踏出这个门槛；要是你不答应，就永远别跨出这个门槛。魏先生，跨出这个门槛对你来说这么困难？这对我是一小步，可是对江山社稷，那可是一大步啊！什么江山社稷我不懂，我只懂得好人要救。秦王是不是好人？秦王是好人，可是我是太子府的人，我不能救他。你不救好人，你偏偏要去救那个坏人。太子不是坏人啊，胭脂。姓魏的，算我胭脂瞎了狗眼，看上你这个讨厌的东西。胭脂，你等一下。你要是敢踏出这个门槛一步，我就揍你啊！刑部怎么说？斩。大理寺怎么说？斩。御史台呢？也是斩。他们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不许解！阿妹，他们竟敢判秦王死刑！他们都是依法判决呀。什么法？这是大唐的法，是我们李家的法。哼，李家的法判李家的儿子死刑，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？大臣们都是秉公执法的。刑部上大夫，什么法也管不了秦王，管不了我们皇家的人。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市民他不会乱杀人的。红线是窦建德的女儿，她是为国除害。可是他没有证据，他也没有人证。文武大臣看到的是太子的新娘被杀了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杀了。这件命案，朕如果不去处理，那么以后太子杀人、齐王杀人，还有人管吗？朝中其他的人杀人，朕还要处理吗？文武大臣杀人，朕还要治他们的罪吗？法是用来治天下的，是来帮我们治天下的。如果我们自己都破坏这个法典，那这江山我们还怎么做嘛？我顾不了什么江山，我只顾自己的儿子。世民也是你的亲骨肉啊。世民是朕的亲骨肉，现在文武百官就要看朕怎么样处理自己的儿子。如果朕徇私枉法，就会沦为笑柄。笑柄？儿子的命不是笑柄，你这个做爹的保不住儿子的命，我这个做娘的保。你怎么保？我以皇后的名义下旨，设立世民无罪。唉，荒唐荒唐，这后宫不许干政。谁定的规矩啊？历代都这么定的呀。我大唐王朝就要废了这条规矩，皇后照样可以下旨。阿妹啊，这国法如山，不能儿戏的。看起来你跟大臣们站在一起了。这皇上应该有皇上的尺度。你也赞成他们将世民问斩？不，志明为打下大唐江山立了大功，按律可以将功折罪。你要罢黜他？他不能再当秦王了。你要把世民给废了？法外开恩，这已经
是最宽大的处理了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你明白什么了？皇上根本不是在秉公执法，你是在帮建成。你说什么？秦王的威望比太子高，所以你就想办法要罢了秦王。哼，什么法不法，根本都是你冠冕堂皇的借口。这不是借口，这是三司大臣们的一致判决呀。这般三司大臣都是拥护太子的，难怪他们热心，异口同声地喊起手法来了。阿妹呀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实在是人命关天呐。他们呢，是非要把秦王搞垮了才甘心，你呢，你就这么帮他们，你这个做爹的良心何在啊？我要不是世民的爹，我早就判他斩立决了。正是因为亲骨肉，我才网开一面，只罢了他的王爷爵位。你要敢罢了他，我就下旨复了他的位。你，哼！来人！皇上，从此刻起，加派人手看住寝宫。你要干什么？皇后娘娘不许离开寝宫一步。你要软禁我？皇后娘娘要是离开寝宫一步，你的脑袋就搬家。你们不许听皇上的！皇后娘娘要是离开寝宫半步，你们这儿的人都得死。来人，来人！守住寝宫，皇后娘娘要是跨出一步，我们大家都要掉脑袋。是，快去呀！李渊，你给我回来！李渊，有种你就给我进来！龙儿姐姐，现在怎么办呢？真没想到，这个魏征竟然见死不救。他说他是太子府的人，明明知道秦王是冤枉的，他还是见死不救。世民，你看到了这太子府的人是怎么对你的？我杀了太子的新娘，太子府的人气愤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你也不要怪他们了。哎呀，表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玩球啊？哎，胭脂，我相信一句话：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我为了太子杀红线，太子一定能够理解的。我看他呀，永远理解不了。世民，你赶快进宫吧。进宫干嘛？找母后啊。这些朝廷的事，女人管不着的。束手无策，坐以待毙，你待在府里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哎呀，我最怕见母后了，我还是玩我的桥比较自在吧。表哥，王爷，刘先生，刘先生有什么消息？坏消息，三司会审，判秦王爷死刑。什么？表哥，我们快逃！逃？我不会逃的。刘先生，父皇怎么说？皇上的意思是将功折罪，罢免秦王。罢免是什么意思啊？也就是说，以后我就是一个小小老百姓了。不会吧？你是老百姓就不是王爷啦？世民，事到如今，你赶快进宫去见母后吧。见母后，我不去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宫中传来消息，皇后娘娘被软禁了。什么？软禁？谁那么大胆敢软禁皇后娘娘？是啊，皇后娘娘一心要救秦王，和皇上吵了起来，皇上一怒之下就把她软禁起来了。这个父皇啊，本来就偏向太子，一直苦无机会，现在总算让他逮到机会，可以打倒秦王了。哥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以往皇后娘娘只要一张口，皇上什么都答应，没想到皇上这次真的硬起来了。太子党在朝中占了上风，失去皇后的支持，秦王的胜算就微乎其微了。龙儿被叫，我要进宫。王爷，你还不知道吧？皇上传下口谕，不准你见驾，越做越绝。
看来皇上这回是铁了心了。我不是去面圣，我是去见母后。母后她从来都没有受过这种委屈的。王爷，世民，王爷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呐！好好一个秦王，怎么会输得这么惨？还不是魏征害的。如果他愿意为秦王作证，秦王就没事了。魏征，他只会为太子府，怎么可能为秦王作证？这种人呢，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制住他。什么办法？咱们把那个海棠给绑了。绑海棠？对。到时候叫魏征去找皇上为秦王申冤，咱们再放了他。可是魏征又怎么会这么做？你想一想，魏征为了海棠连你都不要了，可见那个海棠在他心目中是多么重要啊！是啊，他为了海棠可以连我都不要了。这样呢，既为秦王申冤，也为你报仇。刘先生，那你说我要怎么做啊？你真的不怕？怕？哼，我胭脂哪有怕的事情啊？秦王爷，堂堂的皇后娘娘，竟然成了囚徒，皇上于心何忍？裴公公，本王还没有罢官，你一个太监，竟敢阻拦本王，你该当何罪？王爷恕罪，皇上有旨，禁止皇后娘娘出宫。您还是回去吧。你聋了是不是？皇上是禁止皇后娘娘出宫，但他有没有禁止别人去探望皇后娘娘？这好像倒没有。没有你就给我闪到一边去！孩儿不孝，连累母后了。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怎么样，秦王爷没有垮下去吧？只要母后不垮下去，世民就不会垮下去。这才是我的好儿子。我真想不到，父皇会那么狠心，把母后软禁起来。他是皇上，皇上总有他为难之处。我一点都不怪他，他不这么做，我才会瞧不起他呢。可是娘，你从来就没有受过那么多的委屈。我受委屈，你就不受委屈了？娘，我受点委屈，你父皇他内心啊就会有内疚，对你就会手下留情。娘，你甘心受委屈，完全是为了孩儿。放心吧，你这个亲王啊，娘一定替你保住。娘，孩儿不想再当什么亲王了。傻孩子，别斗气了。那班三司大臣闹个一时半会儿的，皇上啊也是敷衍他们一下，到头来秦王还是你的。孩儿不是斗气，孩儿真的不想当秦王了。这可由不得你，而且这太子之位早晚也是你的。世民怕的就是这个，只要我当一天秦王，就有一天有人推我当太子。这是你应得的。大哥也是这么认为，所以只要我当一天秦王，大哥一天心里就不会安宁。那是他小心眼儿。可是如此一来，秦王府和太子府就永远斗不完了。这些大臣个个都有私心，都希望自己的主子当太子当皇帝，他们就可以当大官。娘，如果大唐没有秦王呢？没有秦王，没有秦王，大哥就可以安心当太子了。这样他就可以开心了。没有秦王，也就没有秦王府了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人再跟太子府斗了，这样，大唐的江山就可以太平了。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让建成呢？娘，我想学学孔融让梨嘛。世民啊，你让的可不是一颗梨，是一座江山呐。
力多轻，江山多重，我可承担不起。世明啊世明，你有赵子龙的度量，你更有陶渊明的胸襟。一个皇帝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来当啊。可是大唐立国以来，有那么多的风波，每一件都是由我惹起的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倒认为建成也有份。兄弟反目，手足相残，自古以来血迹斑斑。史书写的真是触目惊心。我本来以为李家兄弟不会是这样的，结果我错了。只要有龙椅在，骨肉亲情就完了。是时候了，母后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，罢黜秦王，天下太平。到那个时候，手足之情依然如旧，而大唐江山也依然牢固。你不当秦王，那秦王府上上下下的人，他们肯吗？我会去说服他们，以大局为重。好吧，你不当秦王，也就有空闲了，来宫里陪陪娘吧。娘，其实孩儿想当陶渊明。你要走？归去来兮，田园将我胡不归。荣华富贵，你真的割舍得了吗？娘，我当了秦王之后，虽然有很多的荣华富贵，但我没有一天是过得快乐的。住进秦王府，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其实我真正想的是可以退隐山林，盖2、3间茅屋，然后再种一些菊花。说得好，倒是为娘的俗气了。这么说，娘肯成全孩儿了？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在你的2、3间茅屋里面，给娘留1间。娘，世明，你怎么能走？我不走，这场风波就没办法平息。你错了，你走了，那这杀红线的罪案就成了铁案，没有人会知道你对太子、对大唐付出了多少牺牲。这些事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。对秦王府的18学士有关系吧？对那些跟你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更有关系吧？你为了一个大哥，难道就舍得抛下他们吗？他们还是一样，可以为朝廷效劳。他们不愿意为太子效劳，他们心目中就一个主子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他们把一腔热血献给你，可是到头来他们得到了什么？是你的一盘冷水。世明，留下来吧。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为国效忠，为朝廷卖命，而不是为了一个秦王。可是他们越阻拦我，我的心就会越不安。他们都是因为我这个秦王，才会跟太子府对立。如果我不走，就越没办法平息这个对立了。那我跟你一起走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做妻子的应该跟着丈夫走。我不能带你走，我只要一个人归隐山林。你说的潇洒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走了之后，那我该怎么办？你是要给我一纸休书，让我再出嫁，还是要让我一辈子守寡？或者你带我去找间尼姑庵，让我削发出家？龙儿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想过。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的未来，是不是？在你的心目中，
我这个妻子就好像是一碗面，无足轻重，随时都可以倒掉。龙儿，为了大唐江山，我只好对不起你了。你说的轻松，什么江山，什么安定，女人不懂这些，女人只懂丈夫，一丈之内就叫丈夫。可是现在你要离我多远呢？龙儿，你要骂我、怨我、恨我都可以，但我不能不走，我已经没有别的路了。如果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若曦，你还会走吗？你还会大言不惭，说什么为了大唐江山安定，抛下他一个人走吗？你不会，你根本不是为了大唐安定，不是为了两府冲突，你根本就是为了逃避我。龙儿，我不想伤害你，但我没有办法，因为在我的生命中容纳不下第二个女人。你终于说出实话了，梦也该醒了，我再也不会拦住你了。不过我劝你不要现在走，不要在黑夜里走。堂堂李世民光明磊落，何必偷偷摸摸，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我怕我走不了，程咬金他们。男子汉大丈夫，要走也要跟兄弟们道个别，互道珍重。兄弟们，有情有义，有始有终，好聚好散才是好兄弟。去吧，兄弟们也彻夜难眠，你去跟他们喝个痛快吧。红线绑了我。你看你都迷迷糊糊了，净说些胡话。秦王杀红线，真的是为了太子。这件命案已经交给父皇去处置了，你就别操这份心了。殿下，秦王妃在宫外要求见太子妃。秦王妃，她怎么来了？快，请她进来。是。等等。告诉秦王妃，就说太子妃昏迷不醒，不便见人。太子，你请秦王妃回去吧，谢谢她的好意。我没事，快请她进来。怎么了？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小的不敢。太子，你太过分了。他不仁我不义呀！我告诉你，这叫做公平。王妃娘娘，太子殿下谢过王妃娘娘，改日太子妃病好之后，一定亲自拜访王妃娘娘。回去吧。这。殿下，秦王妃已经回去了。听着，这2天无论任何人来探访太子妃，都婉言谢绝，听到没有？要是皇后来探望呢？皇后娘娘如今被软禁，连寝宫一步都走不出来。要是皇上亲自来探望呢？要是皇上来的话，你就说太子妃昏迷不醒。殿下，这可是欺君之罪呢。一定不能让太子妃见到皇上。如果太子妃见到了皇上，她一定会为秦王说情。
这皇上心一软，万一赦免了秦王，那就麻烦了，你懂吗？知道了。给我守好了寝宫，不得有误。是。姐姐，龙儿，嘘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是爬进来的，外面有很多官兵。秦王他怎么样了？秦王他要走了。走？去哪儿啊？浪迹天涯。他怎么这么傻呀？你应该了解他，这种傻事只有他才干得出来。你怎么不去劝劝他呀？我要是劝得了他，我就不用跑到这儿来找你了。姐，现在只有你才救得了他了。他现在谁的话他都不听啊，他只听你的。秦王一走，秦王府就垮了。可是我根本没有办法出府，你也看到了，太子派了那么多人，把这儿看守得那么紧。我不知道有什么法子可以让你出去，我只知道天一亮，市民就要走了。或许你可以不管我这个秦王妃，可是市民他浪迹江湖，你又于心何忍呢？不管怎么样，你也曾经爱过他，对于往日情，你怎么忍心看他这样呢？姐，救救他吧！姐，我求求你了。龙儿，你起来，你快起来啊！不，你答应我，我才起来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，快起来！谢谢姐姐，快起来。不过，你要想办法让秦王再多留一天。一天？我这就进宫面圣，只要父皇下旨，留任秦王，他就走不了了。啊，姐，你怎么去见皇上啊？太子守得紧啊。我自有办法。可是，你的身体还没好啊。爬我也要爬着去。哎呦呦，这个不是有骨气的胭脂姑娘吗？今儿怎么会来到这儿啊？我们家相公可不在家呢。我知道他不在啊，他要是在我还不来呢。哟，那你的意思是来找我的了？哼！哎，我这几个下人啊，可是有功夫的，你小心一点。我不是来找你打架的，我是来找属于我的东西。你的东西？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哪有东西留在这儿？就几件破衣服，早给我扔掉了。一把菜刀。菜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儿的厨师可是从太和楼挖来的，人家来的时候啊，就带了10几把好刀过来，你小心点挑，别把人家的刀挑走了，到时候被人家当小偷可就不好了。这把呀，这把肯定就是你的了，赶紧拿走吧，说不定啊还能卖几个钱呢。这刀都锈了，能卖多少钱啊？锈了你还拿它干什么呀？我？哼！你要干什么？你要钱我给你啊，我不要钱，我要你。